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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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。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. Isuka arigada mata going go。接下来词儿是啥来着？记不清了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北海道的小樽，小樽啊，它是一个美丽的港口城市。这条河呢，就是著名的小樽运河。这个河啊，是修建于1914年啊，因为啊这里是海，然后那边就是海边，然后它是填海造陆形成的。为了当时这个城市的发展啊，在这搞货运，这个河啊特别有历史啊，基本上和这个北海道的开拓史相当。你看啊，那边这些房子啊，全部都是仓库。就是船在这儿，然后卸货。在2战以后呢，然后这条河基本上就没落了。那现在这些仓库啊，就是作为餐厅呀，或者是商店。游客来到这儿，可以说这里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。你看我周围非常多的人，咱也来一个游客照啊，耶！现在小樽这座城市啊，它是一个旅游观光城市，但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，那这里啊是整个北海道的经济和金融中心，被称作北方华尔街。因为这条路呢叫做日银大道，当时啊在这里有20多家银行。你比如我身后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银行，而且啊这些房子都特别的漂亮，都是西洋式的建筑，那拍照也很好看。都说这个日本人对垃圾分类这个管理啊非常的严格，你看确实是这样子。这是一个社区，这都写着每一天他这个回收垃圾的时候，这个垃圾分类，你看有可燃的、纸类、不燃，每天只能收1类垃圾。好家伙，这日本人这太细法了。哎呀，这太高了这坡。
哎呀，很多人啊知道小樽这个城市啊，了解小樽啊，是因为岩井俊二的一部电影，就是《情书》。这个《情书》呢，就在这取景的，尤其是这条路，这条路呢叫做船舰板。这个船舰板啥意思呢？这个板啊，就是坡坡的意思。这个船舰呢，你看一回头就能看见大海，能看见船，所以叫船舰板。哎，我就发现啊，就是很多电影这个取景啊，都爱来这种就坡坡的城市。你比如说，很多电影啊就在重庆取景，因为它错落有致，有这种纵深啊，这有很多人打卡拍照。我大眼一看啊，基本上都是女朋友拽着男朋友，媳妇儿拽着老公来这儿的，啊，都是怀念这种浪漫的这种电影情节啊。大老爷们儿一般啊都很少来这儿，这么高的坡，要上来这费劲儿啊。再往上走，这景色更好，看得更远。哎呀，再走2步，哎呀，喘死了。在我的身后这边这条路就是船舰板，然后这条路的旁边有一个市场叫三角市场。这个市场呢，它是一个海鲜市场。那因为小樽啊，它是一个港口城市，那这儿呢也产海鲜。那海鲜啊，在整个北海道甚至日本啊都是非常有名。那来到这儿一定要吃一个美食，就是海鲜盖饭，来尝一尝。赤と黒のね、振り袖、リストレーション着てね。キャリーパミュパミ。人真多啊！这是一个非常狭小的海鲜市场，而且啊是一个斜坡，只有一条路，特别的窄。卖的东西啊都差不多。这个贝柱啊也是这儿的特产，然后这些啊全都是海鲜盖饭。哇，这个贝壳好大啊！就在这儿吃，这家店不错啊，就是虾夷贝，北海道的特产，来这儿尝尝。你看那写着海鲜冻，海鲜冻就是海鲜盖饭啊，它是有很多套餐，这是鳗鱼的，这是海鲜什锦的，这2个都是8种，还有这个海胆，咱来个这个啥都有，再来一个玉子烧啊，还有这儿虾夷贝，点4个虾夷贝，咱2个烤，2个吃刺身。海胆，这是贝肉，这是鲑鱼子，还有三文鱼，还有螃蟹腿，这还有虾，各种各样的，还有瓦萨比。怎么吃呢？你可以一片一片吃啊，也可以拌着吃，但是啊，都得浇点这个酱汁、酱油，跟吃这个刺身一样蘸着吃。先尝尝三文鱼。太嫩了。三文鱼的鱼肉太好吃了，非常的新鲜。再来点这个海胆，一口米饭，再来一个新鲜的贝肉，鲑鱼子来到北海道一定要吃的。哇，吃起来嘎嘣嘎嘣的，里边是水，一咬就跟个果冻一样。这比较咸，因为这种新鲜的这种鲑鱼子啊，它是软的啊，必须要加盐。加盐之后呢，这个皮儿就变硬了。再来口米饭。还有一种吃法，把酱油
浇在这个海鲜上面，给它稍微拌一拌，然后拨底下的米饭。这海鲜冻是凉的，所以呢要配一个热汤，这是鱼汤。虽然这个看起来啊全是生的，全是凉的，但是吃起来啊也并没有感觉，比如说腥啊，或者是就吃起来那种不适感啊，因为它真的很鲜，鲜味啊还有咸味啊都有，盖到米饭上，你就感觉到就像一份炒菜盖到米饭上那个感觉一样。虾刺身，哇，虾好鲜甜。这个海鲜冻，好多人看这个字儿啊就不认识，老是念错。有的人念啊海鲜井，还有的人念呢海鲜嘚儿，还有的人啊就念这个海鲜叉啊，错了啊，人家就是海鲜冻。这个冻啥意思？你看在日本啊。很多这种餐厅啊，你都能看见这个字儿，比如说这个牛肉冻啊，猪肉冻、鸡肉冻、海鲜冻，冻它就是盖饭的意思，就往上盖。其实这个字儿它源自于中国，中国现在也有这个字儿，这个字儿啊，咱们叫井或者是胆。这个井呢就是铜，这个井有一口井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胆呢就指啥意思啊？就是你把石头丢在井里头，就那个发出的声音叫胆。那日本人为啥叫海鲜冻？就是因为这个冻啊，在他们日语里头是指的比较大的一个盛饭的容器，而且呢，你看啊，他们这个饭盒啊也是四四方方的，然后底下是米饭，给上面盖东西，就有点像这个冻这个字儿啊，中间一个点儿盖个东西。那还有一种说法，就在以前的时候啊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那时候就吃不起海鲜啊，吃不起肉，然后他们把这种特别酸的这种梅子，然后加了很多盐，就酸咸的，然后在这个米饭上只放一个梅子，就吃这个梅子可以下一碗饭啊，非常重口味。然后由此而来，你看一个井中间一个点儿，那个点儿就是那个梅子。铁板玉子烧，这就是鸡蛋卷儿。甜甜的奶香味儿，口感特别棒，软软的。2个烤贝肉，它烤完之后淋了些酱汁在上面。哇，这好吃！要说这海鲜还是要新鲜，新鲜好吃。这还有一个鸡蛋羹，非常袖珍小小的，上面还有一些蟹肉。虾贻贝刺身，尝尝这个原味的。还是蘸酱油好吃啊。オーダーの仕方をしてる。ただそれ以上のものは例えば1、2杯は入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それ以上のものは来ません。吃完海鲜冻啊，下了大雪了。如果你感觉啊，刚才那点海鲜没吃过瘾，还想吃，那来到小樽啊，一定要吃的就是寿司。小樽寿司是非常非常有名，前面就是寿司一条街。这条街叫做寿司乌通，那大家吃寿司啊，一般会选择这儿，就是寿司一条街。那最早的时候，这条街上只有3、5家寿司店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现在有很多。咱吃哪一家呢？吃这家，这是一个小道道里头的。这还挺难找的这。哦，就这家杏寿司。这一进来还要上炕，榻榻米。
哦，这一上来啊，还给倒了绿茶，抹茶非常浓。这个店啊，非常有日式风啊，然后是一个老奶奶在这服务。杏寿司，这就是菜单，菜单非常的简单。啊，我要了一个这个，这是寿司拼盘，是12贯。这个贯啊，就是寿司的这个计量单位，就是贯，多少贯多少贯。还要了这个铁火卷儿，还有梅卷儿，还点了一个汤。吃寿司啊，搭配一个日本酒，这是日本酒，这是烧酒，这是清酒。那点了这个纯米吟酿。它这个吟酿是啥意思啊？在日本这酒里头，经常看见这个词儿，吟酿就是慢慢的酿造，时间比较长。非常精致的日式寿司，这分量真的很小。你看这日本人吃东西啊，很细致，这么小一碗汤，我还以为啊上来是一大老碗，就这么小。然后再看这个清酒，这么一点点这清酒，不过这精致看起来啊特别的美观。这个寿司啊非常的漂亮，先擦手啊，因为这个寿司可以直接拿手拿着吃。他做这个寿司啊，把瓦萨比还有这个酱油啊全部加进去了。你看上面是酱油，所以说呢，你想蘸也可以蘸，你不蘸的话，人家这个味道都给你调好了，看着还挺好看。小樽寿司，哇，味道不错，很柔和的这种瓦萨比这种味道，因为人家掌握的这个量刚刚好。再来一片姜，这个姜是清口的。哇，这个甜姜够味儿。这时候再来点清酒。哇，这姜还挺辣。来个这北极贝。哇，这个贝肉吃起来脆的。我觉得它这个酱油汁还有点淡，咱再自己蘸一点。这种类型的寿司啊，在日本叫军舰卷，啥意思呢？你看它底下这个像个军舰一样，然后上面就是甲板，甲板上就放了很多鲑鱼子。吃着寿司，坐在榻榻米上，这听着这一句也听不懂的这日本电视啊，咱再喝口汤。这味噌汤，然后里头有海带、豆腐，还有蟹肉。
大家经常吃寿司啊，那这个寿司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这种饮食的方式啊，追根溯源啊，在中国或者东南亚或者日本都有。它是一种食物的储存方式。怎么储存呢？最早的时候啊，就是为了方便把这个鱼储存起来，就拿这个米还有鱼放在一起进行发酵，就加些盐进去。因为以前没有冰箱，就这种方式演变，就成了寿司。你看寿司也是海鲜和米饭在一块儿，但是以前的时候那个是酸味的。再到后来日本人做寿司呢，这个米饭啊，它是醋饭，里头加了醋，来追求那种发酵的酸味儿。以前的时候是在一个盒里头就压出来的，叫香寿司，也叫压寿司。因为那个制作它有工序比较慢啊，有的人吃的比较着急，就演变成了现在这个厨师给你手握寿司，就握一个给你啊，给你动作比较快，然后给你一个你就可以吃。那其实啊，现在感觉这个吃寿司啊，算是挺高档的一个餐食啊。在以前的时候就是街边小贩这流动摊位卖的东西啊，到后来演变，然后进入了这种餐厅里头。然后现在啊，咱经常去看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日料店啊，它上面都写了一个左边一个鱼，这边一个指，这个字呢念意。这个意是啥意思呢？在日语的发音里头就是 sushi， 这 sushi 就是寿司的意思。你看见那个字你就知道啊，这就是卖寿司的。再尝尝这个虾肉的，这个叫铁火卷。为啥叫铁火卷呢？里头是金枪鱼，红色的，就像烧着的这个铁这个颜色一样。这个蘸一点酱油汁。这寿司里头最大的就是这个皮皮虾，这么大一个。在我的身后，这里就是日本最大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八音盒博物馆，也是小樽必打卡的地方。哎，那来到小樽为啥要看八音盒呢？就是因为啊，随着小樽运河的通航，那这里啊和外界做生意，尤其是和西方，然后呢这就产生了，比如说玻璃制品啊，还有八音盒啊，就成了小樽的一个特产。你看这儿人非常的多。我要说一下啊，你看日本啊这一个小城市，这小樽这个小城市啊，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。你转过来看一下这人。特别的多，整点的一个钟，这个音乐特别的好听。不仅那个钟楼上的钟会响，这儿还有一个钟，这是一个蒸汽钟。这个钟啊是加拿大1994年生产的，那这个钟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蒸汽钟之一啊。它呢会每隔15分钟响一下，怎么响呢？就里头有蒸汽冒出来，然后上面就像一个汽笛一样，然后哒哒哒哒奏音乐，非常的好听。我看一会儿就很多人在这等着，每15分钟响一下。哎呦，这博物馆你进来就看这人，跟菜市场似的，这买东西不要钱似的。咱先从这儿看啊，各种各样的八音盒。
整体逛下来呢，就是一个义乌风格非常浓郁的八音盒博物馆，而且我感觉照着咱的义乌还差一点，但是确实是人多，值得来打卡一下。我看有的人还买回家了，作为伴手礼纪念品。哎，你看这还有一个摩天轮，多么的漂亮！以前我赶集的时候，这套大鹅的旁边一般就是套圈的，哎，都能套上这。这还有小飞机，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啊！你看，一转。这3位在里头摆头，这一片的八音盒是比较复古的，价挺贵啊。你比如说这个小矮人的，这个是15400。从八音盒博物馆出来，这一下天就黑了。那北海道这儿天黑的非常的早，基本上就在4点或4点半天就黑下来了。我看这有很多人拍照，人家有那专业的，拿闪光灯啪啪啪啪啪，这模特就那。各种姿势，咱都学不来。哎，这怎么感觉是吴老二脑血栓犯了？这浑身刺挠，正抽抽着。顺着这往前走，就是北一销子是干啥的？就是制作玻璃，因为玻璃也是这儿的特产，咱去看看。整条街上有很多卖这个销子，这个销子是啥呢？其实就是玻璃制品。这种叫法在咱中国古代的时候也有这么叫的，叫销子。不过现在咱叫玻璃了，人家就是还是叫销子，有各种工艺品啊什么东西。你看小樽这个城市啊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啊，你看像刚才这个八音盒博物馆，还有这里啊，这面积都挺大的，琳琅满目，啥都有，商品特别的多，就给人一种就小城大店的感觉。这里也挺好逛的啊，如果你想买点这玻璃啊，什么各种各样的啥都有，什么盘子呀、喝水的杯子呀，什么都有，还有灯。对面就是北一销子这卖玻璃的，然后你会闻到一股很浓的这种煤油味儿，为啥呢？因为这儿就是一个咖啡馆，你看很多人，外边还有排队的，就在这喝咖啡。它现在还沿用啊以前的时候很古老的这种煤油灯，特别的漂亮，但是这个味儿是有点大。在这条街上有一家店叫乐淘，这个乐淘呢，它是卖蛋糕的，创始于1998年，是北海道小樽这里的特产啊。那这家蛋糕啊是日式芝士蛋糕的鼻祖啊，一定要尝一尝。我看啊，这大街上有很多游客，都是韩国的，还有中国的，特别多，就这两个国家。刚才我这听见陕西话了，你看这乡党都来这儿了，乡音啊，一个大姐那来了这儿就问另外一个大姐，哎，这是卖啥的？然后当时那个大姐就说啊，这是蛋糕。然后那个大姐就说，俺还以为是卖衣服的。确实是啊，你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卖衣服的，就他这个装修。
这门口啊有个小哥，发这个试吃的，咱就吃他2斤，先尝尝啊。巧克力的，尝尝。味儿不咋样，算了，不看了。开个玩笑，味儿挺好，真实在啊！给了这么大一块巧克力。我看那儿还有试吃的，这儿也有试吃的。这应该是白巧克力了。夹心白巧克力。这还有。不用卖了，一会儿吃饱了。哇，这个好吃，抹茶味的。这都是商品，可以拿走的，然后上面喝咖啡可以点。Thank you。コーヒーブレンドコーヒーでございます。アメリカンコーヒーでございます。日本小姐姐有一说一啊，这服务确实很好啊，态度也很和蔼，说话轻柔轻柔的。要是去咱这陕西西安啊，你吃泡馍一进去吃啥？啊，看墙上看吃啥？白马叫馍，这个馍要辣子不要。但是啊，咱陕西人是内心是火热的，是吧？虽然你看啊，人家对你态度挺好的，那谁知道心里咋想的，是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人家是敬业啊。3个蛋糕，这个是芝士蛋糕，然后这个呢是巧克力双层芝士，这个是草莓大福蛋糕。其中这2块是北海道限定款，就是说你来这儿才能吃得到。哇，奶香味、芝士味非常浓。你说它这个芝士有多好吃，倒不如说这北海道的奶，哇，这奶太香了。来到北海道，一定要喝这儿的牛奶，牛奶是一绝。而且来到北海道这里啊，你要喝牛奶，千万不要选择日本的什么大牌，比如说明治之类的，你就选北海道当地的这种小厂牌，确实好喝，本土特色，本土味道。再尝这个巧克力的双层芝士，上面还有巧克力粉。好吃！哇，这个巧克力啊，太棒了！刚才在底下给我发这个试吃款的时候，那个巧克力就特别的好吃，确实是味道不错。首先来讲，它不是特别的甜，有些蛋糕做的太甜了，一甜啊把所有的香味都遮住了，就吃起来啊很轻盈，不油腻那个感觉。现在是晚上6点多钟，你看天都黑成这个样子，孤零零的街上都没啥人，只有这个自动售卖机还在工作，闪着光，你看特别漂亮啊。日本大街小巷有很多这种售卖机。咱现在要去吃个啥呢？冰天雪地的，一定是炸鸡配啤酒。那前面有个店是小樽的比较有名的一个店，就专卖炸鸡，来尝尝。就在前面人最多的地方。就这家店啊，若鸡时代那写着小樽名物，若鸡半身阿给，这阿给啊就是日语，就是炸物的意思啊。若鸡啊就是小笋鸡儿、小嫩鸡儿，弱弱的鸡就是小鸡的意思，半身就是半只，然后炸物啥意思啊？翻译过来就是半只炸小鸡儿。
在日本有很多这个餐饮店门口有这种的自助点餐机，就是你一点，然后钱一付，出一个小票，拿着小票给这个服务员，服务员就给你上菜，在里头就直接吃了。但是在这儿你千万别乱点啊，这个不像吃拉面似的，你一点就拿个票进去了。这你一点，哐当一下呢，下来一个冷冻的鸡。冷冻的鸡块，然后冷冻的全鸡，然后这是让你回家自己炸的，这人家本地人在这卖啊，咱还是进去吃。哇，这里有很多名人来过这里啊，日本名人都签名。店太挤了，这还有榻榻米 ，Thank you， 全是冰水啊，到哪都是冰水。看一下这个菜单啊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当当当当，这么多菜。这个洋物就是炸物，烧物呢就是烧烤，这还有海鲜料理，还有刺身，还有便当，啥都有啊，还有汤什么的。还有一定要点这个小樽的啤酒。菜上齐，点了这个是半个炸鸡，这是炸鸡块，这个是烤猪肉串，这个是炸土豆，10斤天妇罗，然后这个是炸鱿鱼圈。哎呀，这个啤酒一上来，这是一套，还有这是下酒菜。你看这日本人啊，真细致啊，就给这么点儿。哇，这个炸鸡块看着不错啊，还有个柠檬片，可以把这个柠檬汁给上头挤一点。哇，这个表皮啊看着特别的酥脆，这个个头挺大的，这么大一块。这个肉还是挺嫩的，里头有些汁水，它这个糊啊是那种鸡蛋面糊薄薄的一层。哇，有点椒盐、胡椒味的。这家店很有意思啊，现在是炸鸡很有名，对吧？其实他以前的时候不是主卖炸鸡，是卖别的产品。然后有炸鸡这道菜，结果呢很好吃，反而火了。那现在很多人，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小樽都要来这品尝一下。那这个美食啊，其实说起来和中国还有渊源，为啥呢？就因为炸鸡块啊，在这个日语里头叫塔拉阿给，这个塔拉呢就是糖。唐朝，然后阿基就是炸物，塔拉阿基啥意思？就是来自中国的这种炸物，就炸鸡块。这个鸡块里头能吃出来，还加了味噌，一股这种味噌的这种味道。说到日本的炸物，那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天妇罗。这个呢，你就不能叫塔拉阿基了，这塔拉阿基啊，就指的是这个炸鸡块。这个啊就是天妇罗啊，叫 tempura。tempura 它其实也是一个外来的食物，是源自于葡萄牙。就19世纪的时候，这葡萄牙这传教士啊来到日本，然后他们呢有一个传统啊，就是每年的时候有4次这个斋戒。斋戒的时候呢就不能吃肉，但是可以吃海鲜或者是蔬菜啊，人家就裹点面糊。你看，比如说炸虾呀，炸这些蔬菜。结果呢，这个天妇罗在日本就生根发芽，成了日本的一个有名的美食啊。这是炸的虾，非常的嫩。这天妇罗还有个蘸汁，这是姜末，然后底下是白萝卜泥，放在里面。这是非常清淡的这种混合酱汁，咸咸的酱油味儿。蘸的时候，你看它能沾上这些白萝卜泥。再尝这个炸茄子，说了半天啊，他家这个招牌就是小嫩鸡儿，尝一尝
这个肉感觉非常的嫩，这一撕开啊，底下还滴汁儿呢。这个鸡果然嫩，你看这个皮非常的薄，这口味啊挺重，腌的非常到位。这里头你看这肉里头都很有味道，也是椒盐味儿的。哇，过瘾！再上这个黄油土豆，这是炸的。我觉得这个啤酒啊，配这个猪肉串也很棒。哇，这猪肉串的酱汁啊，特别的过瘾，咸香咸香的。给鱿鱼圈上来点辣椒粉。大冷的天儿，最后还是要一碗热面结束。这是热腾腾的鸡汤面线，香菜、葱花，这是鸡肉丝儿啊，这是鱼饼，这就是面线，细细的，其实挂面啊。哇，这个面不错。来到北海道，那这里的人啊，口味确实是重，可能是跟天寒地冻有关系。汤都很咸，不过咸就有味道。这碗其实就是酱油味的鸡汤挂面，